这个是全新的第6代 Honda CR-V， 我现在人在泰国北部，准备要测试全新的 Honda CR-V。这一次有 1.5L VTEC Turbo 跟 2.0L eHEV 的版本。那 Honda CR-V 呢，从2003年就开始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所以从2003到2023这20年里面，马来西亚人已经见证了第2代、第3代、第4代、第5代，跟这个即将要在2023年12月亮相的第6代 Honda CR-V。那今天这集的影片会分为上下集2个片段 ，Part 1就是讲 1.5L VTEC Turbo。Part 2才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2.0L eHEV， 也是 Honda Malaysia 史上第一次把 Hybrid 放在 CR-V 身上。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et's go！ 在迎接 Black Friday 到来之前，先提醒大家，当你在网上跨国购物的时候，很多商家如航空公司、租车公司和酒店旅馆等，都会根据你的 IP address 来提供价钱，有的国家便宜，有的国家比较贵。要怎么避免买到贵的东西呢？你需要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以下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马上取得独家黑五优惠，外加额外6个月免费使用期。首先，让我们先来谈一谈价钱啊。第5代 CR-V 提供 2.0L NA 和 1.5L Turbo， 价格从1,46900块到1,71400块。主要对手 Mazda CX-5 从1,37900块到1,85500块。那2022年最畅销的 C segment SUV Proton X70 从98800块到128,800块。那虽然 X70 很厉害啊，但其实目前 X70 已经失去了2023 C segment SUV 销量冠军的宝座。现在的冠军是130,400块到142,000的 Toyota Corolla Cross。虽然 Cross 看上去更像是一辆 B Plus， 直接对手应该是 Honda ZR-V 和 Mazda CX-30。那不管它是什么 segment 啊 ，CR-V 的潜在客户确实都已经把目光放在了这个价位的 SUV， 因为 B segment 和 C segment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再说第6代 CR-V 只会有 1.5 Turbo 和 2.0L 的 eHEV， 预计售价我估计会从170,000到200,000。所以很明显的 CR-V 现在的任务并不是要重当 C segment SUV 的销量霸主，而是要把从前的 CR-V 客户带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再更上一个档次，从乘坐体验、驾驶体验到听觉和视觉的体验。第6代 Honda CR-V 的设计语言是 Premium and Sporty， 既要强调它的 Premium， 同时要增加它的运动感。那如果 Premium 是一道食谱，里面的材料就是第一个 Chrome， 第二个 Piano Black 钢琴烤漆。那 Honda 就用了很多的 Piano Black， 我们叫 High Gloss Black 啦，高光泽黑。然后整个 Front Grille 的开口面积更加的大 ，Honda logo 也更加的大，因为这个雷达侦测，还包括它的镜头等等，它是更加的 sense 到更加的 wide， 更加的全面。第6代的 Honda CR-V 车身加长了69个 mm， 加宽10个 mm，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轴距加长了40个 mm， 来到2700 mm， 跟 Mazda CX-5 一样。通常 C segment SUV 都是在2700 mm 左右，但跟 CX-5 不同的是 ，Honda 在泰国和印尼为第6代的 CR-V Turbo 加入了 Three Row Seat 3排式的座椅格局。那如果你在怀疑说2700 mm 要怎样放3排座椅，Nissan X-Trail 2705 mm 3排式 ，Chery Tiggo X Pro 2710 mm 3排式。那至于3排式是怎样，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看。这个是第6代
Honda CR-V 的第3排。So， 我在来之前呢，因为我已经在印尼跟泰国的网站上面看到他们的 1.5L Turbo 是有第3排，就是 Seven Seater 2+3+2。但我昨天来这边，我才明白到，我才了解到，原来 Honda Malaysia 这一次是没有打算引进3排式的 CR-V， 所以马来西亚不管你买到 1.5 Turbo 还是 2.0 eHEV， 都只是2+3的5人座格局。那其实我都跟你讲过，它的轴距是2700mm， 这个第3排是真的是很小孩子那种座椅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根据 Honda Malaysia 的市场调查，根据他们很多的 salesman， 他们的 dealership 反映，就算 Malaysia 拿了这个7人座的，它也不会很多人去选择它。这个东西我自己是很有感触啦，因为我自己驾这一个 7 seater 的 D segment SUV。我驾了2年多，其实第3排基本上我要出去买个菜，很多人讲载小孩子嘛，你以为小孩子容易处理啊？小孩子比你更容易晕车，更容易闹，所以真的是儿童啦，6、7岁可能还可以，人家孩子2、3岁、3、4岁、4、5岁很难的，你坐后面你还要放car seat，他都很小，你还要放car seat，对不对？所以我自己 personally 是觉得没有7 seater it doesn't matter 啦，因为就算有。你也不是 Serena， 你也不是 Alpha， 你也不是 Wildfire， 你也不是 Carnival，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我是可以接受啦。再来 7 seater 的行李箱空间比5 seater 的小，就算第3排椅被折叠下去，还是会占用一个空间。然后 Honda 就提供了一块垫高板，让它比较平整。所以5人座的行李箱空间明显更加的大，因为底部更深，行李箱可以叠得更高。另外 1.5 Turbo 跟 2.0 Hybrid 的行李箱空间大小是一样的，只是 1.5 Turbo 有备胎， 2.0 Hybrid 没有备胎。所以这次我们不会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啦，因为跟 Malaysia 确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当然很难讲啦，东西是这样子的嘛，你有你不一定要用到，但是你要用到的时候你拿得出来。Right， so 轮圈的话就比较普通一点，因为这个不是什么 RS 版本，只是银色的轮圈18寸，所以我觉得车头车尾造型都跟之前的 CR-V。那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有变咩？有改变咩？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如果把2台车子 side by side 放在一起，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整台车子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物种了，因为它的腰线，你看它非常的高，整个车子非常的beef up 这样子了嘛，整个人站得更高，更加的魁梧，更加的壮硕。这个也是我相信第6代 CR-V 会吸引到更加年轻的客户群，更加年轻的观众群这样子。而且它还有 Sequential 的 LED 流水式的方向灯。所以如您所见，这个轮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普通。我很少会讲某个东西很难看啦，不过这个 reflector 真的是超级难看。这个是因为美国北美市场他们没有办法法规规定一定要有这个，我管你是 BMW， 我管你是 Ferrari， 你都一定要有这片东西破坏掉整体车子的美感这样子啦。在北美这个东西是 compulsory 的，你去北美打 BMW reflector， 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第6代 Honda CR-V 的车尾造型看起来更加的锐利。这个车尾灯呢，虽然线条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呢，它用了这种 C 字形，就好像 CD hatchback 这样子。所以 put it this way， 这个就是打了类固醇的 CD hatchback， 非常的高，它也是一个 hatchback of course。So 我觉得这个车子它，因为泰国这边呢，他们的车牌版是白底黑字，马来西亚是黑底白字，所以我至今仍然觉得马来西亚的车牌版是全世界最好看、最不会影响车子美感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很好看，它来到 Malaysia 肯定比现在更加的好看。这个是 Luna Silver 的颜色，然后下面有防刮材质，然后它是防刮材质，不过它喷了一点这种 coating 这样子的东西啦。如果是 Piano Black 又会更加的 level up 这样子。So Power Tailgate。我相信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应该不会是一个要买到高配才有啦，应该是标配了的东西。这个 Power Tailgate， 那它开关的速度非常的快，至少快过 Mazda 啦。声音 soft close， 然后这边有一个 Rear Wiper 这样子。That's it， 你觉得好看吗？欢迎留言讨论一下。第6代 Honda CR-V 的轴距加长了40个 mm， 就让到它的 legroom 多了16个 mm， 这个是比上一代的再进一步的去加宽它的空间。
那大家知道 Honda 在过去以来它的强项就是，即便是同样轴距的车子，它的空间都能够比同级对手大。打个比方，像 CD Hatchback、HRV 明明就没有很大，可是因为他们把这个 fuel tank 移去另外一个地方，就让到它有 Ultra Seat， 整个椅子可以掀起来，就在同一张白纸上面 ，Honda 可以画出更多的空间。CR-V 也不例外，这个也是过去人家选择 CR-V 而不要选择 CX-5 和其他 C segment SUV 的原因。那虽然它还是一个 C segment SUV， 可是 Honda 已经比较了 D segment SUV 的大小，让到你坐在后面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尺寸的车子。像是这个新的 CR-V 呢，它就有8项手动调节的这个椅背倾斜功能，所以你可以调整这个 stage、一个 stage、2个 stage、3个 stage、4个 stage。那这样你可能看不明显，我把椅子推来前面，这样你就比较明显了。OK， 所以它就可以这样子。1个 stage、2个 stage、3个 stage、4个 stage、5个 stage、6个 stage、7个 stage、8个 stage。OK， 到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整个人就非常的 lay back， 非常的舒服。那我知道你在想么？马来西亚的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 sliding 的功能？可以 slide 前、slide 后、slide 前、slide 后、slide 前？没有，因为这个是 7 seater 的东西。我后来才发现到，在泰国，无论是 1.5 Turbo 5人座，或者是 2.0 Hybrid 5人座，第2排都是可以 slide 前、slide 后的。那即便是第5代的 CR-V 在泰国中间都是可以 slide 前、slide 后，但马来西亚第5代的 CR-V 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不确定第6代 CR-V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会不会保留这个东西。Reclining 是肯定有了的啦，只是 sliding 的问题而已，看到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是一流的，因为你如果放 baby car seat 在小孩子不需要 leg room 的，2、3岁啦，3岁过后就会动到这边了，所以还是要往后退这样子。你懂我在讲我的啦。所以毫无疑问呢，我觉得你买到第6代的 CR-V， 你获得的空间绝对是比上一代的大，也会比市面上很多对手都还要来得好。因为它虽然是一个 4-wheel drive 1.5 turbo 的，但是中间这边凸起来的地方不高，所以 Honda 也是很有效的去排除掉这个排气管或者传动轴等等，让它不要中间这样子下啦。后面2个冷气出风口，但是不能够调整温度，风扇大小它就是一个2个 air vent 而已。下面2个 USB Type C 的接口，充电速度也是非常的快。Seat pocket， 然后这个东西就不用讲了，因为马来西亚是 confirm 我这物件的车灯可以用触觉式的 touch 这样子 ，right。第6代 Honda CR-V 的中控台设计跟我们看过了的 Civic 是一样的东西，然后这边就用了这个木纹的质感，但我不确定不同的 variant 会用怎样的质感，所以这个木纹就是给人家一种更加成熟、更加 atas 的感觉。所以新一代的 Honda 中控台设计呢，从 Civic 到 Accord 一直到CR-V 都是用这样子的东西，9寸的荧幕 ，Wireless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还有电子仪表板，应该是在高配才有啦。所以你可以透过2个旋钮去切换它的 pattern， 就没有这么沉闷。当然我知道这个价钱市面上已经给到你什么超大宽屏、13寸、12.45寸等等，可是 Honda 就还保留这样子，我们只有在最新的 ENY 才看到一个直列式的荧幕等等，可是我觉得 OK 啦，因为你驾车就是这样子用而已嘛，不一定说荧幕大就好。然后还有 Honda 经典的3个旋钮，温度、风扇大小，右边的温度它是有这个双区恒温的系统。然后充电接口的话，有一个 12V socket、Type A、Type C、Wireless Charger， 你要什么 charge 都有，4合1的这个充电 corner 在这边啦。然后再来车子有 Hill Descent Control 陡坡缓降功能，有 Econ Mode、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跟 Auto Brake 后早就没有 Handbrake 了的。当然它是一个 CVT with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So 正常版本的 CR-V 是用8个 speakers， 可是去到高配可能是 RS 或者 EHEV 就会给你12个 speakers 的 Bose 音响系统。我第一次是在印尼雅加达车展上面看到，可是我们这一次来到泰国，这4台车子都没有 Bose。那么 Malaysia confirm 是会有12个 speakers 的 Bose Premium Audio System。所以方向盘就跟 Honda Civic 一样，但跟 Honda Civic 不同的是，
这个座椅非常非常的舒服，比那个 Civic RS 的座椅舒服非常非常多，因为它有8项调节，除了基本的前后椅背的倾斜 ，lumbar support 是有上下左右4个 level 的，所以你可以去支撑你的背部，所以适合你长途驾驶。Civic 那个打不嘞，然后还有2个记忆座椅，你老公一个位置，老婆一个位置，不用每次上下车重新调过。然后，但是这个 telescopic 就不能啦，这个你要自己manually去调它啦。So 呀，我觉得这台车子我已经找不到地方去挑剔它了。可能你会觉得荧幕不够大 ，but 我觉得 it's okay as long as you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Spotify、Apple Music 等等这东西有就可以了。所以使用起来是非常的好，因为它没有 haptic touch， 没有 touch sensitive， 全部是 physical button。这种非常清脆响亮的这种 button 的声音，然后这样子，很大。然后我还注意到呢。泰国版的这边是没有 Plasma Cluster， 就是那个什么负离子除菌的这个空调系统。那这一次试驾的4款车里面都没有 RS 版本 ，RS 版本才有 Active Shutter Grille 和19寸的黑色轮圈和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Right， 我现在准备从泰国的清迈开车去泰国的清莱，清迈去到清莱，全长大概是182公里，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泰国北部这一段不像马来西亚这样子有 highway， 所以182公里需要3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到。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试驾的就是 CR-V 1.5 Liter Turbo CVT， 然后它的动力数据就跟现在第5代的 CR-V 没有分别，都是193个 PS、243个 Nm。我们推去 Sport Mode 的 Transmission Go。非常典型的 CVT 的这种声音吧，因为它的马力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整体上的驾驶感会比 HR-V 或者比 Civic 还要来得强劲然后虽然整个动力数据看是差不多，但是它现在呢是从1700 RPM 起就可以开始去产生这个峰值扭力。那之前的这个 CR-V 1.5 Turbo 要从2000个 RPM 起。那1700 RPM 跟2000 RPM 可能差别不是很大，但总的来讲就是让它的这个引擎更加的有效率。然后它的 fuel consumption 呢，如果你买 1.5 Liter Turbo， 1个 Liter 可以走 14.3， 是官方数据啦。那如果你买 2.0 EHEV 的话，1个 Liter 可以超过20公里，这个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分别。那14公里跟20公里感觉上不是很怎样，但是如果你是跑市区城市长途来讲，真的会差别很大。那我们从外观造型看得到呢，这个第6代的 Honda CR-V 它看起来更加的 premium， 这个 premium 是已经写在了它的设计语言里面，但它驾驶起来会不会有 premium 感？这个非常的重要，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观众最关心的东西，因为现在的 CR-V 已经不是卖你140千、150千，那你知道，如果你从170千到200多千起，它配不配得起这个价钱？它蹭不蹭得起这个价位？然后既然它都长得很像很 premium 这样，如果跟 Harrier 比嘞，或者跟你知道吗，在上一级的，比如说 BMW X1、GLA 这些车型，因为大家都知道200多千，哇，我可以买 BM， 我可以买 Mercedes 了。那它会不会有碰到他们这样子的水准？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那我现在驾着的这个 1.5 Liter Turbo 呢，它是搭配 All-Wheel Drive 的4轮驱动系统，然后 Malaysia 的 Two-Wheel Drive，Malaysia 的 2.0 EHEV 就只有 Front-Wheel Drive 前轮驱动的版本。OK， So 现在漫漫长路这一段路就是泰国应该是去Chiang Rai 的主要道路啦。对，这是最短的了。现在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38公里。然后我刚一路上来我觉得车子很跳啊。等下先，我讲的很跳，不是代表车子很跳，因为泰国的这些主要道路，如果你离开 Bangkok 过后，它很多时候它都是 concrete road 水泥路。然后马来西亚我们一般上习惯走的，一边你去到Kampong，路再烂都好，它都是 tarmac， 都是 asphalt， 就是沥青的这个路这样子。所以整体上不管你驾什么车，based on我过去在泰国驾车的经验啦。你驾便宜的车，你驾贵的车，你驾跑车都好，这个 road noise 都会比在 Malaysia 还要来的大声。然后他们的这个伸缩缝或者是排水沟槽等等也做到很
大个啊，所以你一路上一直会有这种。它是比之前的 MVH 有进步有提升，这是肯定的。只是说它没有真的到哇 Premium Car 那种水准啊。不要讲太远，我们讲 Harrier 就好了。我只是提醒你 ，Harrier 现在也不便宜啊。你讲那个2.0 CVT 的 Harrier 也是要卖到200，我看250千左右吧。所以我觉得 1.5 Turbo 它的吸引力对我来讲并没有很大啦。那 2.0 就不同了，因为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介绍 Civic 2.0 EHV， 你就知道，那个是 Game Changer， 那个会改变所有东西，改变所有游戏规则，改变整个玩法。那以 1.5 Turbo 只是在原有的 CR-V 基础上更上一层楼。Third Gear， 假的 Third Gear 了。OK， 现在大概120、130。Brake Go。现在这台车子基本上算是 full loaded 了的啦。我们在这4个成人，然后后面至少有4个 luggage。So 这台车子如果是 all-wheel drive 大概是1600到1700公斤，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车子不会有 underpower 的感觉。虽然243个牛车米的确实不是很多啦，但是你要考量到 CVT 的这个极限啊。那 CVT 无段式变速箱呢，顾名思义它就是无段啊，所以它不会像传统的 automatic gearbox 这样子会有加速的顿挫感等等，但伴随而来就是它的噪音会相对来的大。然后 CVT 变速箱呢，它能够承受的扭力不能太大，所以对我来讲啦，以这个 size 的 SUV 2700mm 轴距大概要300个 Nm 才够用，所以243的扭力会让你在起步加速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慢，它的节拍有一点 turbo lag， 它会放大这个 turbo lag。但根据我过去对于身边驾第5代 CR-V Turbo 的人来讲，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跟我 complain CVT 这件事情，会骂 CVT 的都是局外人，站在外面的。你真的买了这台车子，你根本不 care 6AT X-Speed Automatic Gearbox 还是 Dual Clutch。那相反之，这些已经驾惯这个 CVT 的，你叫他去驾 Dual Clutch， 是 Dual Clutch 很快，很有爆发力，可是你在低速的时候不好玩啊，慢慢的起步加速。这个 1.5 的 Turbo 的呢，它给你 Econ Mode， 就是所谓的省油模式。你不会喜欢这个模式的，因为它会让车子更加的 lag。那如果你一个人驾车，你不赶时间，你没有载东西，我觉得无所谓啦，反正你就让车子可以走更远一点。然后它不像 2.0 EHV 这样子可以给你去好像欧系车这样子有一个独立的 Drive Mode button， 你可以去到 Sport Mode， 可以去到 Comfort Mode 还是 Normal Mode 这样子，所以你不可以做这些调整啊，你只可以从你的 Gear Knob 这边把它从 D 推去 S。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不够好玩，它还给你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但是这个是模拟的啦，5速、6速、7速没有了，它可以模拟7速。我在走110，我的 RPM 大概是2000出头，大概2050还是2100之类啦，因为它这个是指针 I mean 虚拟的指针，所以我不能够知道正确是多少。但如果现在走着100，大概 RPM 在2000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上再快一点点。120的话 ，OK， 那毫无疑问呢，现在 Honda 连最小的 SUV WRV 都有给你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算是大哥级的 SUV 了，所以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完全是不用怀疑它，你要的 Honda Sensing 大大小小的功能它都给你。美中不足的是，第6代 Honda CR-V 依旧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盲点监视系统和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退车警示系统，同样只是给你 Honda Lane Watch Camera 盲点监视镜头，但现在就多了这个360的 Camera 360度全景摄像镜头。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速设定去120，我不是真的走120啦，只是你 ACC 一定要 set 比较高的时速，这样它就会自动的去跟车，然后它还有 Lane Keeping Assist 的功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好像一个半自动驾驶的车子，万一你分神，万一你分心，这个 steering 会给你自动的让你的车子处在2条线的中间。
有点 lane centering 这样子啦。你看它 steering 会跟着你摆，这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之前的 CR-V 也是有。那如果你现在正考虑 CR-V，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它其中一个最大的卖点啦。因为 Honda Sensing 经过了这么多个 generation， 它是整个镜头跟它的雷达感应能够 scan 的范围，能够 scan 到的东西都更加的精准，更加的精细。Right， 现在开始离开了一点直路，稍微可以摆一摆了。我刚才在市区 U 灯摆动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 CR-V 的进步就好像上一代 HR-V 跟这一代 HR-V 的进步这样子，就是让它的转向力度更加的精准，有一种 sport steering 的感觉。而且你车子加越快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转向是更加的硬，更加的 stiff 这样子 ，which 是很好的东西啦。所以它会根据你的转向的幅度，然后你的时速等等去调整，让到你真的有 premium car 的感觉。所以其他的东西真的很难追求，但如果你就它的 steering feel 来讲，我觉得它真的有到Volkswagen Tiguan 的这种感觉啦。这个也是我们已经在 HR-V 我们已经在 Civic 身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操控表现，比上一代好很多。因为上一代你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就是它太过舒服了。我知道 CR-V 的 C stands for comfortable， 所以明显它虽然长得很 sporty， 前面很 sporty， 后面很 sporty， 不过它最重要的诉求，它追求的东西还是 more on comfort， 而不是很 sporty 重心很低，可以给你甩尾等等，没有，你就这样子摆。OK， 这个打压打不累了，我也没有到很激烈，只是稍微的摆一摆而已。CR-V 的 cornering wise 来讲，它是一个让你没有烦恼入弯出弯的车子呀。它不是很 sporty， 不过你不会怕，你可以跟着你自己的意愿，跟着这个路面去摆这样子。很 sporty 吗？没有。很舒服吗？有。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蛮好试车的啦，因为我上一次试驾 HR-V 是在 Phuket Krabi， 然后再下一次就是在 Bangkok 去巴达亚驾 WR-V， 那这一次是来到泰北这边驾 Honda CR-V。那我在收到要来泰北试驾的时候，我自己就非常的期待了，因为我觉得整个泰国这个地方是最适合拿来试车的。首先这个路虽然是 concrete 啦，然后但是它有结合一些 tarmac 这样子，但是它不会很烂它没有洞啦 ，at least 它是不平，它是粗糙，但是它不至于有洞，你会掉下去拱拱这样子啦。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啦，踩。然后整个 view 也相当的 OK， 就是很 relax 的感觉啦，也不会很多车这样子。那 Phuket Krabi 那些地方就山路多，然后很暗整条路。然后 Bangkok 那个 highway 其实我们 highway 试不到车的啦，只是看 NVH 而已。加速。OK，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第6代的 CR-V 1.5 Turbo 有在之前的基础上去加强，但有加强到令我觉得哇，脱胎换骨，整台车子完全是不同的东西更上一个 level 没有。我觉得它 more on 一个第2次或者第3次的 facelift。那我相信明天过后我们试驾的 2.0 EHEV 的 CR-V 那个才真的能够发挥到第6代 Honda CR-V 的一个强项，它的特点。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看到现在为止，你对这个 CR-V 你的印象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看看。Right， 所以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不要忘记点击下一支影片。我们即将会不知道几天过后，我会上传这个CR-V 2.0 EHEV，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